大家好，我是 Aaron Go Traveling 的 Aaron。今天是我第一次在相机面前说中文，所以有说错的话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我今天呢，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个故事，我与台湾的有缘无分。其实台湾呢，我是已经去过了，但是上次去台湾的时候只逗留了2个星期，那时年纪还蛮轻的，所以印象并没有很深刻。所以我就决定了要在台湾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去看看一下。我就想看看我的护照能够在免签证的情况下在台湾待几天。看到其实能够待30天，我就心想要玩到底，要征服台湾的话，我就必须要待个30天，看看台湾在世界地图上其实那么小，30天内竭尽所能的把台湾看完，应该没有很难吧。当时年少无知的我呢，还胸怀壮志，想要用脚踏车来环岛，环个30天什么样的把全台湾看完。但是过后用谷歌地图看一下，其实台湾也没那么小，在考量到我大腿的能耐，我就还是算了吧，不自量力啊。所以我就想要订机票嘛，我就听说台湾在2月份的时候天气比较宜人，好吧，那就2月份去台湾吧。哪里知道由于工作上的不许可，我得飞回来墨尔本工作，我第一张来回台湾的机票就这样烧毁了。第一次去不成，所以就有了第2次。话说我在保加利亚玩的时候，我就遇到了一个台湾女生，我们就叫这个女生玛利亚吧。告诉你，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女生，感觉就是好像是一个几十年没见到的朋友，然后又相逢的感觉，有几十年说不完的话题，一直叽叽喳喳的在讲，聊到天翻地覆，熟到不行。即使我们只认识了1天，感觉就好像认识了几十年一样。过后我搬到巴黎住的时候，他人还在欧洲，我就告诉他说，不然你来巴黎玩玩吧，反正我会说法文，我可以带你走透透，吃透透。我们在巴黎再次见面的时候，其实就好像初次相逢一样，天翻地覆的又聊个不停。友谊这东西就是很神奇，对吧？有些人你认识了1世，其实你只不过也对他略知一二，但是有些人你认识了3天，他就叽叽喳喳的把他生命全部的东西都搬出来跟你说。在巴黎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其实你应该来台湾多一次嘛。好难推辞啊！我叫你来巴黎，你都来了，你叫我去台湾，我还能不去吗？我就心想说，好吧，我就再给我自己多一次机会去看台湾吧。我查了我的日历，看到我有2个星期的年假，我刻不容缓，在机票超级便宜的当下，我就呼哈2声，直接买了一张超级便宜的机票，380澳来回从墨尔本飞到台北，你哪里找？这就让我联想到我妈有一句潮州话的俗语，她就会说批贵高赛，意思就是说便宜过狗屎。潮州人就是有点夸张啦。机票一定下来的时候，我就直接跟玛利亚说，嘿，我人是来订台湾了，我就把日期啊、详情啊都给她，我把我想要去的、想要吃的、想要看的、想要玩的全部都发给玛利亚看看。参考，他也很细心的为我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攻略。做着他就想，不然我陪你一起去嘛，那更好啊。他就说要骑机车，要环岛，2个星期把全部台湾最好的东西给我看。越说越激烈，我更是迫不及待想要看看台湾在6-7年后其实改变了多少。结果冠状病毒这死过街老鼠把我整年都毁了。一开始我心里还是存有一线希望的，结果新闻看到台湾竟然给我封国，我看到我都晕了。但是其实也幸好他们一早就封国，不然我看他们被感染的人数跟死亡人数一定不会这么低。台湾当机立断的行事风格其实有待很多国家来参考。所以呢，来回机票买2次，2次都没得飞，自己跟台湾其实是有缘无分的。但是我告诉自己说，台湾我肯定是会去，攻略都已经有了，我不去就是白不去。虽然说今年是没能去别的国家玩，我觉得自己还算是有幸的。现在看这 coronavirus 大致掠过维多利亚州，死亡人数慢慢增加，感染的人数就是上千上万，我就心想说，我至少有份稳定的工作，衣食住行都还行，别人3餐都得愁，我自己就不能旅游嘛，跟别人比起来能算什么？好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点赞订阅，我心血来潮的时候就会 po 一下中文的视频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敬请期待。我每个星期4都会 po 一个新的视频，主要就是关于各地美食、各地语言跟旅行，请记得点赞订阅哦。我们下次见，ciao ciao。